早上好，这是我们在图米的第3天，然后呢，真的是很累，我们真的很想回家了。但是呢，好像还有多少天行程啊？我们还要在这里，还要在非洲待3天啊，不是2天吗？3天。然后今天呢，要去丁卡去看那个纯盘族了。唉，真的是在这里睡又睡不好，吃又吃不好。就是这里已经是这里最好的那个酒店了，但是它那个床是塌的，然后往中间塌，就像睡在那个悬崖一样。然后昨天晚上一晚没睡，加上我们2个其实都有一点点不是很舒服，几乎来这里天天都拉肚子，特别难受。有一个那个导游司机载着客人去了，在半路上，然后把一头山羊给撞死了，然后他们当地人就很生气，然后逃逸了。对，他直接开走，逃去别的镇上了，他没有停下。然后当地的部落的人就拿着枪在路边守着，不让过，就知道那个人回去把那个赔偿。好像就是前面那帮人，就是他们在那里守着，然后逃逸那个人也真的太没公德心了。对啊，一头羊才几百块钱。喂，他们那个当地的部落的老哥，他就来跟我们联系了，真的长得这个身材真的是没有一点脂肪，像阿凡达一样。刚刚我们向导老哥跟那个阿凡达打电话讲了半天，说最终还是去不了，取消了。我们去金卡的路上呢，就半路停了下来，然后我们的向导老哥说，这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族，反正这个村落的人呢，他们认识，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下来参观一下。向导老哥刚刚跟我解释了，他说他们叫做班纳部落，这就是他们的家咯。他们住在这里，然后这个房子不知道干嘛的，下面那个有养鸡，上面搭了一个小草棚，这应该是他们的主要的客厅。这个房子呢，其实是个5个人的房子，就全家人住在这里，每个人一张牛皮啊。对，这是牛皮。然后呢，这里呢是个厨房，上面放的玉米呢是他们酿的食物，纯的食物。然后给他看一下厨房呢，你再看一下，这里他们是炉头，是的。然后这里上面这一层呢，其实是有个储物间的，就他们放在这里。但其实整个房子也挺矮的，大概也就2米高，然后到这个棚子估计也就1.5米左右吧。这么小的房子住5个人但是进来还挺凉快的。是的，这里比外面要凉快多了。而且这里没什么味，是吧？没什么味道。对，没什么不好的味道。对，然后他们说呢，这里可以娶2个老婆呢，这1个老婆睡里面，还有一个要睡外面的。然后我刚刚还问老哥他们厕所在哪里，他说 everywhere， 到处都是。这个门啊，真的是胖一点都出不来，都进不去。你只能足够的瘦，你才能住在里面。看，出来吧。这么小一点。刚刚看到这个，我以为是什么很大的马蜂窝，然后近看是这样子的。我没见过，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垒的这么高，刚好他们要磨成粉了，这个就是他们的食物，自给自足。Thank you。这里还有一间呢。其实这个才是主厨房。那个应该是天冷的时候可以烤火之类的，对吧？这个就是真正做饭的地方咯。我们在这里厨房里面坐的这个座椅呢是张兽皮，然后刚刚老哥跟我们说是这个动物，扑肚，从来都没见过哎。对，没有见过像鹿一样的
一个动物。是的。哇！请大家免费喝咖啡哦。非洲手搓咖啡啊。这个咖啡呢，其实不是用咖啡豆做的，它是用咖啡的壳做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咖啡的味道。他们就是因为没钱，然后呢，咖啡豆就拿去卖了，是吧？然后只能咖啡壳来喝，然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个非洲的手搓咖啡，但是真的盛情难却。这个兜兜呢，是我刚刚见到从外面那个鸡笼那里拿出来的，然后人家都盯着我了的，就只能来一口。好烫。哦。其实还可以，没有咖啡味，像那种中药的一股草的味道一样。检查看有没有真的碰到去。好烫！你在假喝，快点！很烫。想骗过我们眼睛雪亮的观众，不可能。怎么全部人都在盯着我？快点！来了！其实没有咖啡的味道，是吧？对，没有咖啡味，也不难喝，说实话。看这个皮子就看得很清楚。对，它其实就咖啡的壳。是的。但人家已经是拿了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了。你好坏，你喝不完，你就递回给人家，让人家喝了。他刚刚这样子对我一下，就是说，好喝。我们就给点小费给他们吧。这家人挺好的，就是特别好。对，拿最好东西来招待给我们。对。也不多，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能很大的改善他们的生活了，是吧？又是这个小朋友背着一个小朋友。拜拜。离开班纳部落后，我们一路北上去探访这里名气最大并且最凶悍的 Musi Tribe， 也就是纯盘族。他们远离人群，独自生活在金卡附近的一个森林公园里面。据说在今年4月，有一个外国游客独闯他们的领地，被意外枪杀。由于他们族群的男人最近在跟别的部落开战，所以我们只能去拜访那些逃出到附近镇上的部落女性。两个小宝宝抢吃，不知道什么糊他们的主。没得吃还要哭，他们就吃这种长大。是的，这种是木薯。这有点像那个过年粘对联的那个。不是那里放的那个玉米棒棒。那个玉米棒棒晒干了之后，然后变成糊，然后打成了饺子，被他们喝。你看，两个就抢着喝。这个小朋友也喝。看一下他怎么带上去的。当地的向导向我们介绍说，在以前，他们部落的男性因为害怕自己部落的女性被抢走，所以想到用纯盘来筹划他们。女孩们6到8岁开始就被要求割纯盘，然后不断的放大纯洞。现在年轻的一代都不愿意割纯，改为纹身或者割耳盘。这是他们的耳环弄的，凸起来的，里面好像增生了肉的感觉。又在跟老姐炫耀你的美甲是吗？我把我钻石拔下来给他，不要给我强买吧。给你强买，留下5万比尔。强买啊！强买。
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其实他们就是一般妇孺，然后在这里就像一个打卡点一样，给我们进去拍一下照。我们进去他才会带上那个存盘。不过我们问了向导老哥，说他们平时也是不会带着存盘的，只有过时过节什么才会带上，不然会很重。然后男的都去了打仗，所以没有男的，然后就只剩下这些妇孺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在网上看过他们的照片，肯定全都看过。那真实的他们就是这样，就是符不符合你们的预期呢？刚刚我们问向导老哥为什么他们逃出来的人只有这么少，就11、12个全女人，很多是小孩子。对啊，很多小孩。然后老哥说他们的部落总共就只有51个人，51个人还那么好斗，那打架打的都啥都没有了。对，这都灭族了，都已经灭族了也要打，这就是他们的那种精神。然后现在我们就去看那个踩高跷的那种小男孩，就在马路边，好像到了已经，是吧？是的。来活了，来活了，赶紧上杠！哇，踩的也太高了，应该有个3米高吧。他们还有越野能力。你们肯定会像我一样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踩高跷？其实他们是养蜂人，在埃塞这里，他们会把蜂箱挂在树上，所以必须要踩高跷才能取到蜂蜜。拿了个小孩棒儿，给了2个小孩玩。对呀、小孩棒儿，试一下吧。Try。哦。Okay, I try. Yes, try. 这老哥说我撑不住了，强行让他走。笑死！看一下裤裆开叉没有？派比环节，好好学习，以后就不用来这踩高跷了。不过还挺有意思的，拍照还挺好看的。超，他们还请我们吃香蕉，这种应该是叫什么蕉？粉蕉吧，哦，对，不知道。粉蕉，挺好的，这几个小孩。对，就是那种妈妈跟那种小青年的那种。对，然后在这里表演一下，然后卖一下东西啊。对，然后我们给他一些小费，这样来给你表演。还不错，这个。对。Nice, beautiful black 拍照。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站了。明天我们就要去金卡机场找上了机啊。回首都了。再待一晚我们就回家啦。是的，那么最后一站呢，是一个叫做阿里村庄的村庄。是的，这里在金卡，然后据说可以做那个手搓英吉拉，然后做了但是要自己吃完。这个老姐居然有12个孩子，对，加上这个啊，然后这次怀的是个双胞胎，下周就要生了。太牛逼了！我刚刚都没有看出来呢。对，他跪着在弄，太牛逼了，生12个。The inner part of the house. The floor is not good with the cement, nothing there. You can make with the mud. You see? Get in. Yes. Get in. Like this. This is the animal sheet. Wow. The animal sheet they can use to prevent some pests, insects, to kill and lose. 啊，这是牛屎。对，动物的屎。牛屎或羊屎。
好平整哦，倒是。但是它里面没有什么特别臭的味道，就是有一点那个灰土味吧。对，没有什么臭味的。 So the roof is like this because of the smoke. This is the well. They don't use any cement. 这里明显就现代了很多，给我一种农村的感觉。是的。这个夕阳好漂亮。是。大家看看这个，知道是干什么的吗？猜不到吧？再看一下这个，它这其实就是做啤酒，然后这些就是啤酒的原材料。这个见了很多次，但是依然叫不出来。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也见了很多，但是只取它的叶，还有玉米，就是这么简单的3样原材料，再把它们弄碎，碾成粉，发酵4天。对，加上热水，静置发酵4天后，然后放在蒸馏这个壶里面。应该不是啤酒，应该就是我也不知道酒什么酒，就是白色的。对他们统一就是称这个就是啤酒，啤酒。但是他们每条村其实都会做。倒给你喝一口吗？试一下吧， Okay. 来都来了。好的，多少？够吗？一点点，够。够吗？够。很浓那种草药的味道，而且那个酒精味也特别烈。好厉害，怎么做到的？是不是？不知道，它那个酒精味是浮在上面的，就是酒精味比那个草药的味道要浓。尝一口。我尝一口。嗯。表情管理，哎，好。好喝吗？有点苦，就是那种草本的那种苦，那苦味很重，然后有涩味，又有那酸味，就是没有精酿过的感觉。对，就是各种味道都有，然后但是它们又没有揉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干了。Good. Good.这2颗叶子呢，听那个老哥说，他们本地人很喜欢，就把那叶子摘下来嚼。这个我们来之前好像也做了功课，好像在中国是属于一种是毒药，是一种禁品。但是我叫不出来中文名是字。他说这里的人吃了这个也是会上瘾的，就是把它当烟抽或者放嘴里面嚼，然后但是当地是合法的，但好像放在中国就是不合法的这个东西。是的。啊，那米诺。啊，糯米诺。啊，糯米诺。这个9号球服太牛逼了。这群小孩挺好玩的，吵闹闹，然后也不找你要东西，他就是想我给他拍视频，他们跳舞唱歌。来了外2支援英吉拉，让我这2个礼拜每天都放10几个屁的罪魁祸首。就是吃了这种酸酸的东西就会放屁。天天都放屁，看一下他怎么做的。哎，你的出炉了。你看你弹的。不，你也是铁手吗？快尝尝你自己做的、自己弹的英吉拉。我觉得热的时候不是特别酸，说真的。是吗？ But getting cold, being sour. 没有，也有点酸。我怎么觉得更酸呢？它的后劲好酸哦。它那个底部呢，底面那一面有点，你这是做什么作呕的动作？好酸啊！你的不会表情管理，哇，好酸啊！你骗我，我感觉还是餐厅的好吃一点。可以走了。现在我们结束了所有的行程。是的，南部之游结束了，也是我们埃塞之游最好的结束了。开心，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南部的早餐。是的，熬到头了，家人们。然后依旧也是一些煎蛋，他们发挥最稳定的、最好的厨艺。挂壁木瓜汁。Time to say goodbye. Yes. Yeah. Okay.
Thank you. Nice flight. Thank you. Time. Yeah. Ethiopia. Yeah. 1, 2, 2, 3.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ank you. 走了。走。然后呢，特别好笑一件事情，我本来想早点来机场的，本来想拍一下那个金卡的那个很简陋的机场，结果没想到他修了一个新的。请问这是通往文明的航班吗？是的，希望能够踏上这一程，再踏上回家的路能更顺利。是的，这里的真的不想再来了，我现在脚好痒。昨天晚上那个被子我们都没有盖那个被子，就盖了一下脚。肯定有床虫。我们现在又来开酒店盲盒啦！今天呢是在埃塞的最后一晚，天，对，对，所以我们订订了了一个最贵的是的酒店，凯悦，然后顺便订了个套房，进来看一下吧。它这一层好像就只有一个套房，是不是？是的，所以我们也比较早厅 check in。对，要刚刚进门看看。厕所吧。这是一个在厅的厕所，对，它就是一个小的厕所。对。然后客厅这里是一个吧台啦，有准备一些气泡水给我们。这客厅很不错哎。是的，看看里面怎么样？房间也挺大的，是不是？是的，进去里面看看厕所。往里看看，这是一个单独的厕所。对，一个厕所，然后这是洗面台，有个干净的浴缸，这边是淋浴间。是的，淋浴间。哇，好不错，对不对？对，今晚终于可以享受一个。终于回到了现代文明。哇！然后再往外面看看，看看外面。哦，它外面就是那个什么红色革命博物馆，有个很大的广场。对，原来就在对面。是的，等一下呢，我们就下去逛逛。对。在埃塞最后的一个行程了，是吧？是的。其实我们就很不喜欢这个在亚的士亚贝巴首都待着，就特别难受。哪怕你走在路上，你都会感觉特别难受，就是那个汽车那个尾气的味道。这里的空气质量真的特别差。我们刚刚坐车过来，那个车里面有一股汽油味，然后外面有一股汽车的尾气的味道，你都多了，有点像煤气中毒的那种。对，就头晕。这就是 Lucy， 就是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除了 Lucy 之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发现的化石。二楼呢，主要是一些画作，还有一些雕塑，大部分都是关于宗教的。我们看完走出来了，其实很小，然后只有2层，第3层呢它在装修，然后我们上不去。它的展品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一般都是挖出来的石头多，除了我们人类的那个化石 Lucy 有一点看点之外，其他也没有太特别的。出发去机场啦！2000 years later。吃饱喝足了，然后呢，其实很困，就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我现在困得有点眼睛都睁不开，想赶紧洗澡睡觉。我趁着有那股劲，然后就拍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视频吧。对，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旅行的一些非常重要、实用的一些经验。其实去了多少天呢？我们去了12天。应该有12个晚上，应该13天。对对对，13天左右吧，就大概16号去，晚上去，然后30号，今天30号就回来。
其实看我们的视频，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就玩2个地方，主要就是拉利贝拉跟南部。对，然后呢，首都呢亚的斯亚贝巴就是我们一个中转的地方。首都北部、南部给我总体感觉最好的是北部。对，是拉利贝拉，是拉利贝拉。我真的觉得那里人就很和谐，很 peace， 就是天天就是早上去教会，去教堂那里，然后静坐，然后与世无争，完全都不理你。你是个游客，只要你买了门票进去。然后我们也找了个向导，向导特别便宜，因为没有游客，真的特别便宜。我还记得他报价的时候小心翼翼，特别小心翼翼，怕觉得自己报多了。对，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紧张，我说天哪，他不会报很多，一报我们都吃惊了说不少吧？对，但是呢，大家看完视频都知道，在门票上面呢，他们还是肯定会有回扣的。如果你们喜欢摄影的。真的强烈建议去一下拉利贝拉。对啊，你来都来了10多个小时。对，10多小时飞机。如果你光去南部，看一下部落有点太单调，还不如再买多一张机票去一下拉利贝拉。如果你时间赶的话，2天1夜其实就够了。了解这个地方，的信息也很简单，你就去上订房的软件，然后直接去搜拉利贝拉当地的酒店。他们的酒店的老板特别热情，因为真的是没什么游客，他回的特别快，就特别特别热情。因为它就是一个小镇子，你我大家都知道。对，全部都知道，其实特别小的一个社区。你问一下那老板，反正他们什么都可以帮你解决，去接你的机啊，然后去帮你找向导，然后车啊什么全都帮你安排，只要你去问了就好了。拉利贝拉就是这样，其实特别小、特别简单的一个地方，我们自己感觉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还是强烈推荐去。然后可能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南部部落之旅。南部它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主要的路线呢，玩南部的路线呢，其实有2条吧。主要来说有2条。对，其实就是从金卡，从西边的金卡到东边的阿尔巴门奇，他们这2个地方下面呢就是夹的一个叫做奥莫河谷，主要的部落他们的聚集地。如果你想不走回头路的这样玩，时间又比较充裕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们就是走阿尔巴门奇跟金卡。我们这次呢就是玩这条路线6天的时间。阿尔巴门奇呢，我们玩的旅程主要是有点像云南的那个村落，再往下走就是去到了空索看那个风化地貌，然后再往下走才是去到突米。然后其实突米呢，它是一个部落的一个中心点，部落跟部落之间都相隔的不会太近，有一段距离的。一天来说，可能看2个部落在夹杂着一些小的项目，比如说逛一下当地的集市啊、市场啊，那一些可能差不多了。其实说实话，6天我们真是待得够的。向导他已经是给我们安排最好的酒店了，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还是很难受。要么就是没有热水，要么就是那个没有床单。我们最后一天住金卡那个最好的酒店，那个枕头没有坏，还有霉，然后还有那个血迹，只敢把脚伸进那个被子，但是我那个脚第2天也痒了1天，然后它也是全身的都长满了红点，就是那种环境你待不了太久了，时间比较紧或者预算比较紧，你只想看部落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像我们这样走这种线，直接去到金卡。金卡是最近突米的，找向导也好，或者自己找公共交通也好，去到突米3天2晚够了。我觉得3天2晚待的是刚好。部落其实是要收钱的，并不是像你们想象那样，国家地理杂志你要去探索。没有，其实就像景点一样，一定要找当地部落的地接才能带着我们进去。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对，觉得自己有钱，千万不要自己能找到地方就进去了，塞一点小钱，不然的话又会发生像几个月前那个西班牙游客那个事情。对，被全班族他们有自己当地的规矩，哪怕你只进去10分钟，你也要用他们当地的部落的那个导游。他们的旅游生态链就是这样，他们利益链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想报向导的话，我们也在网上了解过有一个穷游的玩法。去图米呢，你去找一个叫做 Tourist Center 的地方，就是旅游中心的地方。那个地方据说门口就坐着很多小伙子，然后那些小伙子呢就是当地的地接的导游，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价格，好像大概你有给他个1000比尔左右，他带你去看一个部落，他就开那个摩托车。然后送你过去，但是送你过去好像只是那个摩托车的费用，让你去到呢拍照还要给小费，就类似这样，你可能要花很多的精力，因为他们真的会坑你。就这种呢，你就需要多花点精力去跟他们掰扯一下，争取一下用花更少的钱能够把这个
行程给走下来，因为他们想坑你的办法真的是有1000万种，有可能跟你一开始谈1000块钱带你去，可能只带你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又不带你回来，所以再给了1000块钱，真的经常都有，没那么省心。你要处理的事情也会变多。那里真的很晒，开车都开了1个多小时，40多公里，中间还遇到一个部落给我们扔石头，如果你坐摩托车去，那感觉可能不好受。穷游也是一个玩法，然后像我们这样找向导也是一个玩法。说了好多，然后我们最后可能也是大家观众很想知道的，我们花了多少天。只算过一个大概的，看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基本上我们住的都是最好的。他呢对住宿特别有要求，大概就是人均这么多吧，3万左右。对住宿没有那么多要求的，愿意自己花时间去探索新的玩法的，肯定不用花这个数字。逛完拉利贝拉跟那个南部的话，其实我觉得10天9天的时间其实绰绰有余了。说一下我们自己个人的内心的心得一个感觉，我是觉得挺值得的。我们刚刚从机场回来打的，然后在路上突然间看见路上这么多车，这么繁华，大家都穿得特别的工整，特别的干净漂亮，突然间有一种特别陌生的感觉。我感觉在埃塞的时候，我们往外看出去，那些人是赤裸裸的，表面上他们就很多不穿衣服赤裸裸的，但是从他们眼睛往里面看，我们感觉一眼能够把这个人看穿，他其实就在烦恼着一件事情，就跟你伸手要钱，给我口吃的吧。还有一件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心头一震的那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有一只小猫，就是家楼下的那个小店养的猫店长，它的毛都包浆了，就是毛哇，好光滑，好漂亮。然后它的那个主人在拿着一个肉罐头来喂那只猫猫。我看的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挺受震撼的。我们突然想起我们在纯盘族那里看的那个小孩，那个妈妈她就连玉米粒都没得吃，吃玉米棒子晒干磨成白的粉，然后酱油糊，是可以丢掉程度的那种玉米棒子。这2个小孩真的是还抢着吃，但是我们家楼下的可爱的小猫店长吃的比他们要好多了，在部落里面的人吃的还不如我们的猫狗，是吧？看到文化的差异性，才会更珍惜现在当下的生活。这次的旅游记录也算是正式的结束了，那我们也没有想好我们下次出发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也会是说走就走。对，突然间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工作，然后好好的上学，珍惜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然后为下一次出发做准备。China money 投币 China OK 拜拜。